你在买飞机哦？是的。我们来到了黄石国家公园 ，Divigo。这个地方总是烟雾弥漫的。黄石国家公园挥刷的范围呢，直径呢达到了30英里。这里有大大小小的间歇泉。我们现在又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的间歇泉，叫做中途间歇泉盆地。63万年前的一次火山的爆发。喷出的火山岩呢，覆盖了大部分的地区，形成了间歇泉。那在这个间歇泉产生的原因呢，地表的雨水浸透到地底，落雨了，这个雨水啊，渗透到土骹去接触到的是土骹，土地下骹所酝酿的高温岩浆变成了蒸汽，受到这个高温高压的作用之后。就由地壳的缝隙当中呢喷发而出，这一些热泉呢，等于是释放能量的一种伊到一个能量储存到一个能量的时阵呢，你得这一道喷发到周而复始逐天拢安尼喷所以才叫做间歇泉每一个间歇泉喷出来时间无啥相同款很有规律性的可以推测以及运算而在美国黄石公园的间歇泉，我看应该是世界上最多间歇泉的地方了黄石国家公园最有名的间歇泉呢，在后面我们等一下会过去老钟石喷泉而黄石公园火山区地底拥有大量的熔岩，才会让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个地方都是热泉的景象那也因为老钟石太有名了，其实它不只是老钟石了，它这里大大小小的喷泉、间歇泉真的是太多了但是其他的风采呢，好像不足以呢把老钟石间歇泉呢把它掩盖过去但真的是漂亮，真的是漂亮。在美国黄石公园，它有多大呢？它大到这个国家公园的入口其实不止一个它这个国家公园的入口呢有5个不同的入口从大堤顿也可以进去这个黄石的北方、西方东北入口都可以轻而易举的进到了这个黄石国家公园可见这个黄石公园有多大而很多人的认知呢，也认为黄石公园是美国及全世界的第一个国家公园，同时也可能觉得呢，这个黄石应该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公园。那其实呢，美国最大的国家公园呢，是在阿拉斯加一个公园即使光看北美大陆的国家公园呢，黄石的面积应该也比 California 的国家公园来得小其实黄石公园呢，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来的大，其实美国非常的大但是呢，光看北美大陆的国家公园呢，美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园呢，以客观事实来说呢，我们大部分都会讲说呢，是阿肯色州的温泉公园
它是呢最早被国会通过国家接受保护的地区呢。但是呢，温泉国家公园的成立呢，只是为了保护温泉啊，而实质上，国家公园的规模与现代观念的这种方式呢，真正来说呢，应该黄石才是真正的第一个代表着国家公园的概念哦。那有没有看到这些间歇泉呢喷出来的这种物质啊，导致成这里的地表呢呈现了五彩缤纷的河流河道景色哦。黄石国家公园最精彩的山水风光的多样化呢，就是这样啊。什么款的景色啊，你拢会使看会到啦啊。等于是这个国家公园呢，有过来的国家公园，一流的国家公园，到这会感觉得到啊。寒带林、湖泊、河流、草原的地形呢，外加火山地形呢，太丰富了哈。用文字、用言语来去形容黄石公园的美，有点浪费时间。黄石公园的美呢，最好的方式就是用眼睛看哦。哇，每周野牛又看到了，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老钟石的喷泉啦。美国的黄石公园的老钟石喷泉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间歇泉了，平均大约每75分钟它就会喷发一次啊，每次的喷发前后约历时3到4分钟，看起来既守时又忠厚的喷泉呢，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叫做老钟石喷泉啦。自然形成了一种压力锅模式喷出来老钟石喷泉的泉口是一个管状的裂缝下卡做这地下水一旦伊下卡过6公里深的深处呢，都有这个真热这个岩浆灰酸的岩浆较靠近这个岩浆部分的水呢，因为经过这个加热，所以温度呢就较高。顶管的水呢，因为离岩浆较远温度就较低，所以你若看过鼎仔内底咧煮的滚水就知影烧的水会对顶管冲起来因为烧水呢比冷水更加轻冷水呢就客到下卡去而产生了所谓的热对流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况呢，位居较下方的热水开始往上升，不过到了温泉泉口的地方时候，缝隙太细了，而且呢充满了冷水，冷热水无法顺利对流，就喷出来了大家在这边呢，也是很忠实的在等待了这个喷泉呢，等待了喷泉的喷发喷泉的喷发呢，喷发完毕之后呢，就会又有一批新的水呢又到泉口这样子的事情呢，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所需要的时间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具有规律性老钟石喷泉也因此而得名啦。
哦，有一些的声音哦。还没完全的分出来。There we go. Look at the water coming. All the water's away. I can't see it.这也是我前面所提到的黄石公园，它的美啊，不是这个一直把它的东西呢背诵出来哈，我就可以证明这个地方有多美啊。它的美呢，用镜头加上音乐呢，其实就能够衬托出黄石国家公园的美啊。我们现在又来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彩色锅喷泉哦。这一区的温泉步道呢，在诺洛斯区的南边啊。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步道起点不远处的彩色锅的喷泉哦，基本上叫做泥浆喷泉哦，跟前面的喷泉呢不太一样哦。泥水的粘稠性很高哦，所以他们这里得在跟前车跨掉气泡的形成了。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在后面哦，周围的泥土呢像是干掉了的油漆哦，所以呢温泉本身看起来就像煮了一锅洗的油彩的水，也名就是安尼来，所以叫做彩色鼎喷泉哦。安尼了解哦，这就是彩色鼎喷泉哦。在这边呢，其实喷泉不止一个，有好几个哦，喷泉哦，各式各样，有没有哦？泥浆性的喷泉哦，一样哦，我们还是
继续来欣赏哦。觉得美吗？我真的觉得来到黄石国家公园哦，看到的东西真的很不一样啊。喜欢大自然风景的，喜欢看风景，喜欢看自然山水的，我告诉你，黄石国家公园不能错过哦。这是彩色锅喷泉里面的第一点哦，不止一锅啦，好几锅哦，有彩色的啦，有单色的啦，都有哦。那这一趟也很高兴看到这么多的老朋友的支持，那也很高兴这一趟Monica 能够来帮我们摄影其实有时候感觉呢，这个世界上非常的奇妙一个住在阿根廷从来没有来过台湾但是当你见到他的时候呢，那种亲切感，那种他的国台语、西班牙语、英语4声带的交谈你会发现哇，你没来过台湾对细汉出世的都没来过台湾，这个台语那讲了安尼可以讲爸爸妈妈教的所以代表啥呢？代表人他的那种家族传统，一个民族性的传统延续下来的那个力量有多强一代接着一代，总使呢这块土地他从来没有踏上来过所以当我在问他的时候，他一心一意向往着他的血缘的地方台湾一直想要回到台湾来促成了我们这一次的合作方式让他回到台湾来台湾人游世界帮忙摄影那在这段时间呢先进来考试考完试之后呢，马上就来做摄影所以非常开心人生会遇到什么人呢？你不晓得也许这当中可能投你缘的跟没你缘的都有但是呢，台湾的游世界就是如此很多投缘的人，也许就在一趟的旅游当中，他就认识了，他就结缘了。
美国西黄石小镇在蒙大拿州黄石公园西口。我说过，前面有特别介绍到黄石公园非常多的入口处沿着基本河离开了黄石公园不知不觉已经离开黄石公园了有点伤感，有点舍不得来到了西黄石小镇呢，从地图上可以看到镇上的很多的西部牛仔小镇这个所在呢有1000多个人口的小镇位于蒙大拿州发展主要呢依靠的以旅游业因为离黄石公园不远变成了前往黄石公园的前哨站跟补充四处可见的五彩牛的雕像。这里呢也兴起了美西刀具的风格，在这个地方西黄石就设有定制刀具的工作坊在这边看到的每一个都好像西部牛仔小镇，它也是黄石镇上所有小镇内底上老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几乎会使看到游客全部都是冲着黄石公园而来的。这里还有黄石公园的大灰熊发现中心、教育跟科学组织、灰熊与灰狼的保护中心都有也有一些动物园在这边这里非常非常的热闹灰狼是黄石公园的原住民也是北美随处可见的动物。由于曾经遭到了驱赶滥杀，他们一度销声匿迹在这个地方。不过呢，今日的黄石公园内的野牛数量过多了，保护过好了所以针对灰狼，他们特别进行复育，才能够呢汰换掉这个生态自然。继续游览，在这一趟我们美西大纵走为什么纵走因为它不是它走法比较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把这一次的旅游主题称呼叫美西大纵走来看看美西国家公园的奇观跟美景。从我们前面抵达到第一个重头戏黄石公园，沿路上让我们来欣赏美国国家公园跟美国自然原始的景色。来到美国的希尔航天博物馆。航天博物馆呢，航天器、航空器等等，如果我们说美国是世界最有名、最厉害的，相信没什么人呢会有意见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实际上是空军基地的北边空地上呢可以看得到各种你可以见过的飞机希尔航空博物馆的空军纪念堂从最古老的飞机开始古董飞机开始整修得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个可以说，如果例如孙小男生带来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毕竟呢，你看美国的历史这么短但是美国却可以创造出这么多的合家欢乐的景点从国家公园到这种航空博物馆再加上后面的这个大自然的风景呢，
具有历史价值的人文景观呢，全部都在一起这宾馆呢，可以看得到呢，空军各式各样的这种徽章啊，也标明在这里面大部分喜欢飞机的人一定会喜欢欣赏飞机表面各式各样有趣的图案设计呢。而在这个希尔航空博物馆的飞行记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得到美国犹他州西南面的希尔空军，它所制造出来的各式各样的标章，还有各式各样的以前的这个飞机，包括战斗机等等呢。但这个希尔航空博物馆呢，你都会使看到。占地呢，总共有30英亩啊，30英亩算是很大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说它以前就是空军基地只是这个空军基地呢，它把它改成了博物馆的模式呢，来去展览。对啦不然你去哪里找那么大那么大的那个空地来放这飞行机这飞行机你要放嘛无啥简单你看你要放这飞行机呢，你个爱维修油漆该保护这飞行机，这个不简单啊所以呢，在美国退役下来的很多的飞机都被留在这个地方来去做展览留在它原有就是飞机停靠的一个地方来做展览那每年接待1000万人次以上1000万人次以上，这个美国国家航空博物馆真的不得了美国人对于这种武器啦、飞机啦，总是可以设计出了让人非常向往而且非常厉害的东西跟它的制造的环境在这里面呢，具有大量的这种太空侦测器、导弹航空航天、心学、科学、地球科学这真的难怪航空1号空军1号所以这难怪这个美国会是世界第一强国能够做第一真有它道理真有它的原因包括你看一对国父的保存保留啦包括因国代一直发展出来这个飞行机砸了多少的钱还有出自于莱特兄弟之手的世界第一架飞机飞行者1号也是在这个航空博物馆阿波罗11号第一次登月的登月船哥伦比亚号马克里希尔航天博物馆记载人类飞行史上的每一个脚印还有包含二战主题馆来电呢，可以看得到从参与二战的200多架的战机日本的零式战机等等呢，都被网罗下来放在这个航天博物馆，也可以称之它叫做飞行的里程碑集合了航空科学所有种种一切就在这里航天博物馆。在买飞机啊！你呢？8只。哇，8只。有无？对内底面行到外口面安尼这个航空博物馆有大无
内底游览嘛会使游览到外口来哈，各式各样飞行机拢有，包括贵型的空军1号哦，他们进内底嘛会使看的哈。我其实个人也是非常喜欢飞机，我相信飞机是很多人很喜欢的哈。看到这个飞机，总是会觉得哇，这个飞机各式各样的造型，很难想象啊，现在的人们呢，这么大一块铁，可以在天上飞哈，有没有啊？这在很多，甚至在很多以前的人呢，应该他们都没有办法可以想象得到哈。来了一趟美国哈，专程来了一趟美国，能够安排的我们就把它看完。美国犹他州希尔空军基地有没有 ？U.S. Air Force 的这个就是空军哈，空军1号太多了哈。飞机就是一个可以说现今这个世界上最厉害、最便捷的一个发明啊。从以前有钱人才能做，特殊人物才能做，做到现在呢，咱台湾人有世界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哦。现在呢，飞机已经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交通工具了哦。美国的民主真有名哈，议会嘛真有名，总统选举嘛真有名。既然拢遐有名，咱就来看议会哈。这个地方是犹他州的议会大厦哈，在这里面有州长办公室、参议员、众议院一起合作哈，可以进来这里面看议会里面内部的哦。这个犹他州议会大厦，犹他州议会大厦哈。在这个地方呢，也是盐湖城度假休闲地之一哦。当然不是在议会大厦里面了啊，议会大厦是议会大厦哈，但是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叫做盐湖城哦。盐湖城，我相信应该也很多的人可以了解得到哈。为什么？因为盐湖城呢，也是世界上啊各地在测极速汽车啦、摩托车极速的地方啊。犹他州议会大厦呢，就矗立在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议会山哦。从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新古典主义建筑，建在1912年到1916年哦。到了1978年呢，它被美国国家列为史迹政府重要的财产之一啊。会使去内底看卖哈，你美国建筑啊，甲欧洲的无啥相共哦。美国建筑呢，足少足老的哦，拢真新啦真新。因为呢，美国的建筑呢，是后现代建筑了，历史不长嘛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样子啊。高大的犹他州州政府它这一个是大理石的，据外面是大理石仿美国国会大厦做起来的。它有一个很大的圆顶呢，是用铜把它包起来的充满了这个艺术性那有看到刚刚我们这样扫过去看得到犹他州跟其他的政府呢有一点类似除了跟美国国会以外这个政府呢并没有非常严禁的设备戒备森严很多人呢可以自由进出在这个里面参观美国州政府这些市政府的建筑呢有很多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了解到美国的一面然后呢也可以看到美国民主的一面呢。更多的时候呢是这个美国政府里面的亲民及开放的态度
这个是给人家感受到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呢，也可以看得到一个政府呢是不是廉政哦，它的办公环境呢是豪华还是寒酸，看它是不是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办事机制跟能力呢，有能力为民众办事了啊。现在得力哈，真简单哦，我跟你讲下这远不及呢，我干脆开放让你进来呢，看看这一个我们议会里面的情况，安尼了解哈。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呢，其实做的还蛮好的，他懂得运用这种开放的方式呢，让大家去看看，一般的人民心目中的一些殿堂哦，里面内部非常宽敞、高大、精致哦，主体建筑呢由24根大理石的石柱来支撑着，所以在这里面刚好莫妮卡转了一圈哦，觉得拍的还不错哦，可以在这里面看到哈，空无一人的犹他州议会呢，来对哈，给看卖哈。毕竟哈，那不是政府官员哈，我们要能够参观议会呢，较少啊，嘛无啥可能对吧啊？但是呢，刚好有这个机会来让美国也能够来到盐湖城犹他州这个地方哈。当然，我们顺便呢，给美国议会议会大厦呢，给设一下呢。天主教的分支裂系呢非常的多，基督教其实也是一样。现在来到的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会议中心哦，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会议中心哦，在2000年完工哦。他举办了2000年4月举行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大会哦，到今来呢可以容纳21000人哦。除了举办会议之外呢，这里也是众多的摩门教活动的举办地方哦。很多人对于摩门教可能不是很了解，但他正以蚕食鲸吞的方式在席卷全世界，在收揽全世界的教徒哦。摩门教在台湾呢，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呢更是陌生哦。台湾这几年来呢，有非常多的基督教教徒哦，灵粮堂等等哦。但是摩门教毕竟还是比较特别的哦。谈到摩门教，全名是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哦。这个摩门教基本上不抽烟、不喝酒，非常重视的家庭生活。他们常常有人骑着脚踏车，或者是开着车，到处在传教啊，在敲门啊。希望你陷入他们的摩门教哦。但是呢，在这里面呢，摩门教其实他们谈的哦，很多时候呢。不是生活，而是信仰哦，需要根据圣经呢来去遵守它。摩门教的创办人呢叫做约瑟史密斯呢，在18世纪1805年出生在美国东部的一个小镇哦。出来对我告诉他一百行得三。据说在1820年他15岁的时候呢，做梦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说呢，真正基督教的教会还不存在，要他开始建立真正的基督教教会。这是一个完全无法考证的一个问题哦，但是这是它的由来。那所以呢，他就创立了这个基督教啊，这个摩门教的不是基督教啊。基督教会从耶稣复活升天后就开始了，一直到1820年。为何他会梦到基督教一直耶稣还会成立呢？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呢，由他来去传达。那他在18岁的时候宣告有一个先知呢，叫做 Mormon 哦。他带着一些金叶的书版呢，记载的一些书籍呢，就把它放在了一个盒中，这就是摩门经，摩门教徒的圣经。